中俄海上联合2022联合军事演习27号顺利闭幕。此次联演科目齐全，精锐尽出，实战性强。不仅在防空反潜科目上体现两国高度互信，还首次采取不经兵力集结、不经港岸磋商的组训方式，锤炼两国官兵临机处置、协同配合的能力。此次联演选定的东海区域及联合风控、临检拿捕科目有何深意？迈入第10个年头的常态化联演，如何体现中俄关系坚如磐石？来看报道。我宣布，中俄海上联合2022军事演习结束。汽笛长鸣声中，中俄两国官兵挥帽告别，鱼贯向左向右转向分航。为期7天的演习中，两国海军团结协作、默契配合，克服了恶劣气象影响，以轮流指挥或共同指挥方式，先后顺利完成联合风控、临检拿捕、实射火箭申弹、联合救援、联合反潜和联合防空等预定科目演练，实射防空导弹、火箭申弹、副炮等多型主战武器。这次联合防空演练，中俄双方派出精锐舰艇，摆出防空队形，有效应对了多种威胁，协同密切，指挥顺畅，达到了预定的演练效果。可以说，很好地展现了双方防空领域的最新成果。演练完全按照实情实案设置条件，展现了双方的专业素养，加强了兵力间的协同配合，参演人员都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今年是中俄海军第10次举行联演，中方参演兵力分别来自东部、北部战区海军，包括导弹驱逐舰包头舰、济南舰、导弹护卫舰滨州舰、盐城舰、综合补给舰高邮湖舰，以及潜艇、固定翼预警机、反潜巡逻机、舰载直升机等。俄方参演兵力包括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元帅号大型反潜舰、完美号和阿尔达尔号护卫舰、佩琴加号补给舰等。据俄国防部通报，除舰船外，双方还派出飞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联演既有典型海上作战行动，又有维护海上安全行为，既有传统科目，也有非传统安全科目。一般来说，联合演习展开之前，参演各方要经过多轮磋商，商谈敲定演习流程和细节，才能确保参演兵力协同一致，达成演习目的。但在海上联合2022中，中俄海军采取了不经兵力集结、不经港岸磋商，直接奔赴演习海域，直接展开海上行动的模式组织实施。这样的组训方式，纵观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演习中方执行导演王宇少将介绍说，海上联合2022能够不经磋商来了就开打，充分表明中俄海军经过连续10年的海上联演磨合，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协同方法、通信联络规范和联合训练组织机制，且被双方海军官兵熟练掌握。有时只要一个简单口令，中俄参演兵力就能快速理解、精准落实，战役战术协同深度不断提升。这也反映了中俄双方的战略互信水平进一步增强，两国海军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再上新台阶。正因为你前面有了这样多年的联合演习的经验，常态化的这种演习的经验，所以当两国的海军官兵，当他们不同的平台到一起的时候，马上就能够心领神会的去了解对方的意思，就能够共同的很好的配合来完成相关的演习。值得一提的是，为期1周的演习在浙江舟山和台州之间的东海水域举行，这也是中俄海上联演第2次在东海附近的海空域举行。在这片海域内，来往船只密集，各国舰机活动频繁，电磁环境复杂，尤其是每年12月份，又是东海海域气象恶劣的季节，不利的恶劣海况几乎贯穿演习全过程。东部战区海军训练处副处长刘冰雪表示，中国海军主动选择这样的海域和时间，目的就是要在复杂环境下磨练摔打部队，集中展现中国海军近年来实战化练兵成果，就是要在风大浪急中充分体现中国海军专业的战术素养、坚强的战斗品质和充分的开放自信。尽管中俄都明确表示，演习目的是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此次演习地点一公布就触动了台媒的神经。岛内多家媒体纷纷点出，军演范围最南端的福建台山列岛以东海空域，距离台湾最近只有300多公里，是10年来最靠近台湾的一次。且此次联演科目中的联合风控、临检拿捕等内容，也令岛内不少人高度紧张。环球时报在23号的社评中指出，但凡军演肯定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台独分子愿意对号入座，那也没问题。
我们也没想着让他们睡好觉。但说到底，让他们睡不好觉的根源还是他们的台独倾向。如果不想搞台独，就不可能对大陆的联合军演感到如芒在背。对于外部势力干涉来讲，应该说它是一种警告性的联合演练。那么从演习的主旨来看，它主要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为了地区稳定所进行的应对性的这种实战性的这种演练。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石红。石先生您好。中俄海上联合2022军演闭幕，此次中俄军演临近年末，所选择的演习海域又是在东海，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呢？海上联合2022临近年末举行，正好给2022年中俄军事合作呢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在2022年，中俄两军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表明两军关系呢稳中有升。当前的国际局势呢处于明显的动荡期，尤其是某些国家呢在亚太地区不断搞事，给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中俄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有责任携手维护呢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呢，中俄的军事实力呢都很强，因此中俄两军联手，完全有能力的遏制别有用心的国家在亚太地区搞事。中俄海上联合2022演习课题呢是联合维护海上安全，演习的假想设定是某地区呢出现了紧张局势，中俄海军呢组成联合特混舰队，在海空兵力的支援掩护下，联合展开海上行动，共同承担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责任。此次演习呢还进一步突出联演实战性、创新性。一是中俄海军在演习中呢首次采用了不经兵力集结、不经港岸磋商，直接奔赴演习海域，直接展开海上行动的模式，来了就开打。这充分表明中俄海军经过10年的海上联演，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海上联训机制，而且呢是被中俄海军官兵熟练掌握了。二是海上联合2022演习选择在12月，明显是出于提高实战难度的考虑，因为12月份呢正好是东海海域气象条件恶劣的季节，再加上呢海域内往来船只呢密集，各国舰机活动频繁，电磁环境复杂，演训难度非常大。那中俄海军呢特意选择这样的时间和海域，就是要从难从严，锻炼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台湾方面有舆论将此次联演视为又一次锁岛演练，您怎么评价这种声音呢？岛内对海上联合2022演习呢是想多了，太把自己当盘菜了。关于此次海上联演的目的中俄双方说得很清楚，就是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和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前面我们还讲了此次联演的课题和演习详定，可以说我们现在对演习的透明度非常高。而在12月25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主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这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的坚决回应。那由此可见呢，台岛呢对海上联合2022演习呢是表错了情。我个人认为这2场演习呢在时间上重叠，恰恰呢是为了防止外界对中俄海上联合2022演习呢过分解读。在这里还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台湾问题呢是我们的内政，我们必然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中俄今年以来的军事合作，您如何评价整体形势？展现出来的战略协作水平，反映出中俄怎样的高水平互信呢？中俄今年的军事合作呢是继续在广度和深度2条线上拓展。在广度上，就是中俄不同军兵种呢在进一步强化合作；在深度上呢，就是合作的领域呢进一步加深。例如，中俄空军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今年就出现了双方军机互降对方机场。海上联合2022演习科目设置越发复杂，而且专门挑选
恶劣天候条件，强化了两国海军海上联合作战能力。在军事合作的方式上呢，也非常灵活，既有联合军演，也有联合空中战略巡航、联合海上巡航、军事竞赛等等。中俄两军在2022频繁地进行的军事合作，这不仅表明两军关系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呢，还表明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呢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今年俄军举行的东方2022军事演习为例，解放军首次派出陆海空3军的赴俄参演，其中空军歼十 B 战斗机呢是从国内机场起飞，飞抵俄境内任务空域呢实施实弹打击。这就意味着歼十 B 呢要带弹跨境飞行，如果没有中俄两国高度的军事互信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再如海上联合演习之所以设置的科目呢越来越复杂，实战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同样是由于中俄战略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嘛。因为呢，海上联合作战需要双方呢将各自舰艇的很多敏感技术参数告知对方，只有这样呢才能实现呢海上深度联合。那中俄战略互信程度的不断加深，使中俄两军的合作进入佳境，而这呢又不断助推中俄两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好的，谢谢石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联邦军工委员会成员进行了部分调整，任命梅德韦杰夫为该委员会第1副主席。他还将签署总统令，反击西方对俄罗斯石油限价。另一方面，乌克兰表示有意在俄乌冲突周年日前后在联合国举行和平峰会，并希望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担任调解人。战事方面，乌东地区的巴赫穆特战况仍然焦灼。西方分析指，俄军近日对巴赫穆特的进攻速度有所放缓，受制于人员和弹药短缺，俄军近期可能会调整战术，暂停当地的进攻行动。乌军近期持续接收超过200台西方提供的火炮和重型武器，其中法制凯撒斯型火炮射程超过40公里，令乌军在部分战线取得优势。俄乌发生军事冲突的同时，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围剿也一直没有中断。欧盟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日前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设置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签署总统令进行反击，但普京没有说明具体的新反击措施。他说，西方对俄石油限价是非市场工具，将破坏全球能源行业，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俄罗斯财长西卢安诺夫25号表示，俄罗斯绝对不会按照西方设定的价格供应石油，即使成本上升，俄罗斯也会寻找新的市场和物流。美国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唯一受益者，欧洲却因为通货膨胀加剧，企业竞争力降低，付出了代价。石油限价协议在短期之内对俄罗斯经济和特别是石油的出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当然，从中长期看呢，俄罗斯可以完全克服和绕开西方对俄的制裁，特别是在石油运输和保险领域呢，是完全有替代方案的。当然呢，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向这些所谓制裁国、不友好国家供应石油。俄罗斯的这些举措呢，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石油价格。那么俄与西方的这种博弈是长期的，那么制裁与反制裁也是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最主要的内容。俄罗斯联邦法律信息官方门户网站发布的总统令显示，普京26号正式设立了俄罗斯联邦军事工业委员会第1副主席一职，并任命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担任这一职务。根据法令，梅德韦杰夫将有权成立工作组和委员会，以处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相关活动，并有权独立召开会议。梅德韦杰夫的助理在其被任命后告诉俄新社，梅德韦杰夫先前在俄联邦安全会议监督国防工业控制措施的职责将继续作为他在军工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据俄媒报道，俄军事工业委员会是监督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常设机构，对重大国防项目和计划进行决策，包括军事工业综合体重大政策制定、国防军事装备保障、相关部门工作组织协调以及监督执行等。此外，该机构还有权在国防领域形成每年高达1万亿卢布（约合146亿美元）的国家采购订单。另一方面，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6号表示，
乌克兰政府希望在未来2个月内，也就是俄乌冲突周年日前后举行和平峰会。乌方希望峰会最好是在联合国举行，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担任调解人。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向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的视频讲话中提出了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他列出了乌方的10项提议，其中包括落实联合国宪章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俄军撤离并停止敌对行动，防止事态升级，最后确认战争结束等。当被问及乌克兰是否会邀请俄罗斯参加时，库列巴给出条件，称莫斯科首先需要在国际法庭面对战争罪行的起诉才会被邀请。不过，对乌方的这一提议，联合国方面则给出了谨慎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表示，正如秘书长过去多次提到过的那样，只有在各方都希望他进行调解的情况下，他才能进行调解。乌克兰所提出的和平倡议，实际上呢，现在就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需要观察，就是俄罗斯是否参与到这个所谓的和平的对话和和平的大会过程中。如果没有俄罗斯参与的话，那实际上这就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更多的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场外交战，或者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一种外交博弈。那乌克兰可能会这个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展开一套所谓的声讨和谴责的一个大会。那如果俄罗斯能够参与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和平大会。此外，库列巴在采访中还提及，他对泽连斯基上周访问美国的成果绝对满意。他透露，美国政府制定了一项特别计划，可以允许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在乌克兰投入使用。通常情况下，相关的操作培训需要长达1年的时间。库列巴说，乌方将尽其所能，在2023年赢得这场战争。他说，每场战争的结束都是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采取的行动的结果。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指，俄罗斯从未遵循他人设定的条件，只有我们自己的条件和常识。美国深度介入到了乌克兰危机，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先进的武器，这使得俄罗斯在战场上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肯定会打破这种僵局。但是主动发动俄美之间、俄与北约之间的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理性的。那么未来俄与西方之间有可能就是成为这个所谓意外的这种风险在上升。俄美冲突过去是不小概率事件，那么未来俄美冲突、俄美之间的这种风险战争的风险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为坚决回应当前美台升级勾连挑衅，解放军东部战区25号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和联合火力打击演练。不过，对于此次演练，美国白宫方面却倒打一耙，称对于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妄称有造成误判的风险。解放军东部战区26号发布的台岛周边演练现场视频显示，参与此次演习的包括轰6K 型远程战略轰炸机、052C 型导弹驱逐舰。尤其是从战机上拍摄的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湾岛上的中央山脉，引发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报称，解放军战机在演习时在空中眺望台湾中央山脉，针对性十足。此外，台媒还援引台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称，25号上午6时至26号上午6时，解放军共有71架战机以及7艘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活动，其中47架战机进入台西南空域，这是今年以来解放军军机抵近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这是继佩洛西抵台引发解放军围台军演后，解放军再一次明确表态针对美台关系的军事演训。美国总统拜登23号签署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未来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该法案还建议美台联合军演，以及邀请台湾参与2024环太军演。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国防部24号就该法案发声，表达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呢涉及到台湾的内容超过50页，也是这么多年来吧，相关的法案里面涉及到台湾的这个内容最多的一次。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一个严重的挑衅，也是美方在赤裸裸的这个进一步的干预我们中国的这个内政，所以是对我们中国核心利益的一个挑衅。所以我们要这个坚决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么这次的这个演习呢，也充分展示了，彰显了我们有这个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这个强大的意志以及强大的能力。然而，美方却颠倒黑白，称对于中国大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并妄称这是挑衅和破坏稳定，且有误判及破坏区域稳定的风险。事实上，美国才是搅动台海局势的始作俑者。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绝对红线，但美国为了遏制发展中的中国，屡打台湾牌，玩以台制华的把戏。新年将至，中美关系却因美国单方面操弄台湾问题，再次笼罩上阴霾。中国驻美大使秦刚26号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中告诫美国，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不是所谓打破现状力量的扩张。台海局势紧张，不是中方打破现状，而是台独势力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现状。中美关系不应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中国人民期待美国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国的中国观出了问题，所以对中国的这个遏制打压的一面呢，只会有增无减。所以未来的这个，而台湾牌呢，是他们遏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事实上，这对于中美关系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中美未来在涉台方面，可能我们仍然要更加强有力的去维护我们的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所以呢，中美未来在2023年，在涉台的问题上，恐怕还会要经历一番的这个博弈。另一方面，作者以美谋独、黄粱美梦的台民进党当局，不但没有反思在岛内9合1选举中惨败的根本原因，反而愈发紧抱美国大腿，搞以武拒统。时隔700多天，蔡英文终于在27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延长兵役至1年的决定。民进党籍前民代郭正亮一针见血地指出，蔡英文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开记者会，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在看，这是美国要的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后续的剩余任期需要美国力挺嘛，那民进党继续执政，还有包括2024的选举也需要美国力挺嘛，所以这个议题一定要过关嘛。此前一天，面对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最新演习，蔡英文甚至叫嚣：“我们越团结，台湾越安全。”不过，他的这番话连台湾民众也不买账了。美国高校学者日前做的一份追踪调查显示，接受访问的1500名台湾民众中，大多数人认为，一旦两岸发生冲突，美国只会提供武器，而不会出兵协防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努力维持台海现状，避免挑衅大陆而引发战争。岛内也有很多民调，也是跟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是差不多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最核心的能够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民众对于现在两岸关系这种因为民进党破坏所造成的这种兵凶战危的局面是很不满意的。这样的民调也充分展示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于台独势力的不信任，对于外部势力干预我们国家统一的一种极大的反感。台湾地区前民代王义雄在岛内媒体刊文指出，拜登多次声明会保护台湾，但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对于应该提供台湾多大程度的军事支持并没有共识。美国在不出兵协助台湾的情况下，武装台湾成为豪猪，绝非真正协助台湾，而是欲造成大陆重大损害，以延缓大陆的崛起。台湾的执政者若一味迎合美国，配合美国玩抗中游戏，必然遭到中国大陆的反击。为政者必须小心应对台海情势的变化，为人民寻出一条和平繁荣的道路。备受争议的岛内兵役改革最终正式落地。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拍板，从2024年1月起，台军义务役由4个月延长至1年，预计将影响2005年以后出生、年满18岁的台湾役龄男青年。当天下午，蔡英文还时隔745天再次召开记者会，介绍所谓调整方案。岛内民众痛斥蔡当局“你在位，难平安”。27号上午，蔡英文召开紧急安全高层会议，详细讨论了所谓强化岛内全民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并就义务役役期延长问题与立法机构进行了讨论。当天下午，蔡英文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将岛内义务兵役时间由过去的4个月延长至1年，该规定2024年起实施。200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台湾青年将受影响。
目前，台军主要由志愿役，也就是所谓的职业军人以及义务役组成。除了服役期延长外，2024年以后的义务役新兵入伍的训练时长、强度也大幅提高，将与志愿役新兵一样，都是8周380小时。台军方透露，未来的训练会非常艰苦。据悉，8周的课程区分有一般课程、体能战技、兵器教练、战斗教练4大类，新增合理冒险、战场抗压、健康管理、运动科学概论、战伤救护、求生训练、战术行军等项目。与此同时，义务役薪资将大幅提升。以2等兵为例，月薪可望从6000元新台币调升至超过2万，约合人民币4500元。在这次台军的规划中，还明确了志愿役与义务役的防卫任务。由志愿役组成的所谓主战部队担任海空等安全任务，由义务役为主担纲守备部队，负责守备、军事与民间重要基础设施与协力民防等任务。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台军部队编制总计18.8万，但长期无法达标，陷入缺人窘境。台军近年来不断扩编新单位，就算延长兵役，大部分人力仍需由志愿役担任。据台军透露，经过精算，岛内2024年年满18岁的役男，多数都会继续求学，扣除替代役名额，当年能征到的役男不到1万人，部分将分发至台3军战斗与战斗支持单位，部分则将分发到台陆军新成立的守备旅。义务役再度进入战备部队，看似困扰台军的缺人问题可以解决，但答案正好相反，台军的志愿役人力问题将会恶化到空前境地。换句话说，这些年轻人进入台军服义务役，无法担当复杂性高、技术性强的军种，只能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岗位上磨洋工，等服役期限一到，立马卷铺盖走人。对于年轻的这些学子也好，这些我们的这个即将20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小朋友来讲，他可不可以钱给你，兵你去当？我不要1个月2万，我不当兵，我愿意捐出来。因为很多爸妈愿意缴吧？对啊，对啊，当兵跟这个收入是2回事。现在提高那个收入，好像一副我们增加那个诱因，让他们这个愿意来当兵。其实今天兵役的问题一直都不在待遇，这个提高到2万多块的时候，好，相对的，我们的志愿役士兵呢？岛内媒体分析，这次蔡当局宣布的台军兵力结构改革，主要有3大亮点：一是将兵力结构区分为主战部队、守备部队、民防系统、后备系统4大区块，明确防卫任务；二是大幅调升义务役薪资，兼顾服役期间经济生活；三是导入美军等最新模块化训练模式。对此，岛内媒体批评称，就算引用美军的训练模式，台军也无法变成美军。我就问，是美军来训练吗？那不是，我们不会因为融入了什么训练模式，我们就变成那个军队啊。我们还是我们的那些老士官长。台湾联合报刊发社论指出，近2年，美国不断干预台湾地区安全政策。美国政府要求台湾落实所谓全民皆兵，加强后备战力，并陆续派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前防长埃斯珀先后窜台，敦促台湾方面恢复征兵并延长役期至少1年。美方主导台湾兵役延长及增加对台融资军购，让人感到美国的手不断伸进台湾，甚至把台湾变成美国对华角力的马前卒。我们一定要一直选择错误的路，自己单压在一边，然后让我们变成某些特定国家的马前卒吗？讽刺的是，民进党当局还不断自诩这是美国挺台。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自甘成为美国的工具，满腹政治盘算，台湾民众怎么会放心把孩子交给这样的当局？蔡英文作为台湾领导人呢，一直把台湾推向险境的一个做法。蔡英文到底承诺美国什么？双方有怎么样的这个台面下的交易？这件事情呢，也是台湾民众觉得心生不满，甚至很警惕的。外界还注意到，此次记者会也是蔡英文自2020年12月12号以来，时隔745天再次接受媒体访问。而2年多来的首场记者会，主要议题竟然是延长兵役。对此，岛内舆论痛批，台湾目前的问题一箩筐，民进党当局最关心的依然是如何抗中保台。大批岛内民众涌入蔡英文的社交账号表达不满，有网友怒问：战争边缘兵役延长，请问人民要如何平平安安？也有网友怒斥：你在为难平安。事实上，在美台勾连下，岛内延长义务兵役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只是蔡英文及苏贞昌等人在政治盘算，寻找他们认为的合适时机。岛内媒体爆料称，实际上台防务部门早在今年11月初就已经确定延长期限，只等蔡苏等民进党高层拍板。但考虑到9合1选举等，直到如今才正式对外公布。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宝痛批民进党为了2024可谓机关算尽。选举大败，其实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蔡英文本身，所以他是迫于民意的压力。今天如果他没有败选，我想这个记者会是不会开的。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发文，坚决反对延长兵役，并表示台湾不是美国的次殖民地，蔡英文不可以自甘堕落为附庸。他还表示，未来如果是中国国民党上台，一定会把一期改回来。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匡宇。刘先生您好。美台升级勾连，从而引发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展开大规模演练进行反制，但美国方面却妄称有关行为容易产生误判。那么您如何看待美方这种倒打一耙的言论呢？现在我们看到美方内部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政治进程，通过他自己的国内法，通过他自己的国内政治来试图去干预两岸关系，试图去介入台湾问题的，而制造起了这样一个我们看到台海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紧张的这样一个政治责任。那么他是想掩盖和推脱掉这样一个责任，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个情况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美方的这样一些做法，他的一些说法也是非常也是没有什么力度的啊。那么具体到这个。现在我们看到新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那么它的一些涉华涉台的条款里边，我觉得有2个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以这种所谓的中国威胁为借口，试图去增大美国自己的军费开支，加强其对于自身和盟友这种军事能力建设，所谓军事现代化的投资。那么我们看到第2个方面就是美国这样一些。这种所谓的投资于自身及其盟友伙伴的军事能力现代化的这样一些投资呢，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为了未来更进一步的、更有力的去介入到台湾问题之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它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军援台湾的这样一些条款。那么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去主导台湾的军事发展包括美台之间军事关系、军事勾连，那么更多的是通过。军政的一些高层的对话，通过这个一些美台军售等等这些动作来实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切换了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更多的通过这种所谓军事援助的方式去主导台湾未来要去发展这种所谓的不对称战略，更好的去符合美国的战略的要求，试图把台湾打造为一种所谓的豪猪，那么加大它的这样一种军事化、武器化的一个运用，然后让它能够更有。这样一个具备更强的能力去打一种所谓的代理人战争，以此去在台海去拖住中国大陆对于中国大陆实现某种程度的战略消耗。台当局27号正式宣布延长义务兵役期，选择在第2任期过半的情况下宣布这一重大政策调整。蔡英文有怎样的意图和盘算呢？很显然，他这个时候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政治操作的意涵在这里边。那我们首先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前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民进党当局是为了符合美国的一个战略利益在美国的一个强大的压力下，那么在岛内去推行相关的这样一些动议和一些政策。虽然这件事情我们从岛内行政体制来看，是由蔡英文当局自己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就可以去决定，就可以公布，但是它一直是在不断的进行拖延，不断的在进行这个酝酿，不断进行造势。就是因为岛内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声音非常的大，所以他很难不敢在这个今年的9合1选举权去贸然的这样一个公布。那么他也在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件事情的一个操作的模式上，那么他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算计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他结合着这次这样一个兵役延长，也相应的宣布了要大幅的提升台湾官兵的一个工资待遇，那么实际上也就是用台湾纳税人的钱去收买。第2个方面就是把本来的由他自己这个行政当局可以决定的事情，那么试图去转嫁到台湾的立法机构来去决定，那么改成这种所谓的由立法机构去进行审查，就是把在野党拉入到这样一个圈子里边，要替他的这样一个决策去背锅。如果在野党配合他没有进行阻挠，让这个案子在立法机构通过审查，那么他就可以拉
各个在野党为他一起去为这个政策背书。那么如果到了选举的时候，民众就算有怨气，也不会恐怕不会只撒到民进党身上。那么如果在野党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抵制、反对的一个态度，对于民进党进行强力的监督，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以这种所谓的抗中保台的一个政治正确的大帽子扣到在野党身上，把这个台湾之所以这个防卫体系这个改革不成功的责任推给在野党，那么同时也向美方表明是在野党再去阻挠美国在台湾的这样一些意志，所以说他是有这样一个希望能够里外里稳赚不赔的一个政治算计。针对延长兵役期的做法，那么您认为民进党是否会进一步流失年轻人选票？这对2024选举将产生怎样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在蔡英文当局不断的也在去造势民进党绿营也去炮制出一些民调，所谓的台湾有很多民众要很多青年人愿意上战场，但是我们从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际的此前出台的一个舆论效应，我们从蔡英文当局自己的这样一种踌躇不定就可以看出，实际上台湾青年的这样一个民意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是反战的，他们是不愿意去上战场当美国人炮灰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蔡英文当局这样一个消息一出来之后，那么在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场，比如像台湾的一些青年选民经常这样一个活跃的一些社交平台，那么看似是一些曾过去以这种所谓的绿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些社交媒体，我们也看到大幅的一些这种悲观的、反对的、不满的这样一些声音，特别是直接受到这样一个政策影响的这样一个2004年、05年以后出生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他们在今年此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18岁公民权投票之中已经被否决了，那么他们却要面临着未来要去上战场去做民进党和美国人炮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就相当于这个岛内这样一个行政当局既否决了他们的这样一个参政的一个权利，同时又要把他们去推向战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双重的一个打击。那么很显然，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选民，他们在逐渐的一个成长之后，即便是曾经长期遭受过绿营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教育的毒害，但是很显然，我想经过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重大的冲击，那么他对于未来对于民进党的这样一种看法，那么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改观。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民进党这样一个政策，他现在提出之后能不能去变成一个政策得到变现，能够去有效的实行，以及在它运行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也对民进党未来的选情会造成冲击。那在您看来，台当局此次延长义务兵役期，又将对两岸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民进党当局还是迈出了这样一步，那么毫无疑问，它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这样一个动作也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那么一方面这是我们从它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内涵来讲，这就体现了岛内蔡英文民进党当局它更进一步的去贴靠美国的战略利益，然后把台湾去绑定到美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台制华的一个遏制和试图去消耗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战车之上，那么毫无疑问，它就会对两岸关系也好，对中美关系也好，制造出更多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和一种未来的这种政治可能的冲击。那么这首先它表明的是蔡英文当局在这样一种选边站的这样一种心态，这也是我们看到在9合1选举之后，特别是蔡英文当局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一个压力，也是会不可避免的那么它也必然的会在这种所谓的反中亲美这个道路上做得更加极端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蔡英文当局他现在他现在决定要去把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进行这种所谓的武装动员，本来这些台湾年轻人是可以很好的享受一个和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活和红利的包括在这种两岸这样一个正常的氛围中去进行去生活的。但是现在由于蔡英文当局，我们看到他持续的去搞乱两岸关系，那么他现在又不得不一步一步的为他之前的这样一个错误去买单，那么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去动员更多的台湾的年轻的人上战场。那么假使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毫无疑问，首先我们看到它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来讲是一个悲剧那么它是一个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么这样一种危险的情况就在于，现在蔡英文当局已经捅开了这样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道路。那么如果台湾的年轻人未来被蔡英文当局给动员起来，那么这件事情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蔡英文当局这种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说，未来这样一个事情的发展，可能蔡英文当局他在推动这个事情向这个方向走之后，那么他也很难去控制这个事情最后发展的一个走向。就像他此前为了去
这样一个弥补它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而不得不去后续所进行的进一步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抗中保台的这样一个操作也好，那么它就会形成一种连环的螺旋效应。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未来可以去在这个方面去提高一个预警避免这个事情在岛内在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民意舆论的这样一个市场上产生更为强的一个对冲。